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一节呢，要带大家来聊聊国际的局势。那么当然加入我们这节的来宾，包括了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介大使午安。佳琪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时事评论员胡文琪，文琪哥午安。佳琪好，大家好。好，那稍待一会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当然国际焦点都锁定在了委内瑞拉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好，那么过去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原本还很趾高气扬的开唱，唱川普来抓我啊！没想到不到半年就成真了。我们带你来看看这段画面。Venga por mí, aquí lo espero en Miraflores, no se tarde en llegar, cobarde. Like I don't understand yet how they haven't figured this out, and now if you don't know, now you know. Because this is the way it's going to play out. And I think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not a president that just talks and does letters and press conferences. And, you know, if he says he's serious about something, he means it. But don't play games. Don't play games with this president's in office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turn out well. 好，可以看到呢，这马杜洛原本还是趾高气扬，还是非常的慷慨激昂。现在白宫释出他当时的影片，对川普来叫嚣，有种来抓他！不到半年，他就真的被抓了，而且还被押回美国，还配文讽刺：如果你不懂，那现在应该懂了吧？好，那么现在 CIA 到底靠什么？靠内线逆踪无人机来掌握马杜洛的作息，所以在他睡觉的时候呢，一举来把他活捉，连他吃什么都知道。CIA 呢有一支部署数个月的小组，搜集他的日常行程，甚至还有他的生活作息。美国政府更悬赏5000万美元换取有助于逮捕他的资讯，而现在美军最神秘的无人机 RQ-170也现身在委内瑞拉。那么呢，要重现宾拉登的狙杀模式。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哨兵逆踪无人机疑似参与美军的绝对决心行动，那么提供了关键的监控跟及时的情报资源。那么你可以看到被美军狂轰，委内瑞拉最大的军事基地现在变成了废墟。卫星的照片也曝光马杜洛当时藏身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美国袭击之后呢，蒂乌纳堡军事建筑被严重的破坏。那么你可以看到美国践踏委内瑞拉的主权，现在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表态将动用一切力量来防卫。只不过现在美国背后到底是要什么？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为了石油。委内瑞拉的石油量惊人，美国擒拿马杜洛还有这个盘算。川普说开采的收益当作赔偿。那么川普讲到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基础呢，原本是美国公司打造的，现在要让美国企业重新进入，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复严重破损的基础设施，要把这些原油变成对美国的赔偿。那么现在川普喊着要接管委内瑞拉，卢比欧急救火，只有持续石油禁运而已。他说美国除了执行现在对委内瑞拉的石油禁运之外，不会介入什么日常治理。川普政府的目标是遏制中俄跟伊朗等国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投资。那么现在印度的主持人有话要讲了，他说美国对马杜洛政府实施制裁，马杜洛转而寻求中俄伊朗的支持，而中国将成为关键角色。他怎么讲的呢？带您一起来听听看。 But for years, the Americans have been shut out of Venezuela. They imposed sanctions on the Maduro regime, so Venezuela under Maduro turned to other players, to countries like China, Russia, and Iran.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became a major player. This has bothered President Trump. Effectively, Maduro's pitch to Trump was this, that China would be out and America would be in. And what did he want in return? Relief for his country. He wanted an end to the sanctions. B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lked away from the negotiations. They kept adding to the pressure. Donald Trump did not want an economic reform. He wanted a political reset. He wanted a regime change. 印度的主持人直接讲了，就是因为委内瑞拉在华盛顿的后院。那么呢，现在马杜洛借此跟美国谈条件，结果川普置之不理，反而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直接活捉。不想要经济改革，他只想要政权更迭。不过我们等你来看到的是，现在唐罗主义会不会成为很多国家的噩梦？我们都知道，原本是说是门罗主义，但是这一次随着这个唐纳川普的出手，很多人就说了，会不会变成唐罗主义？那么多国谴责美方逮捕马杜洛，智利的总统就警告了，今日委内瑞拉，明天可能是任何国家，因为国际秩序已经面临了危险的先例。智利的总统感觉现在起来有点错了一代，尤其是很多拉丁美洲的国家，现在更是绷紧神经。好。
好，被川普警告最好提高警觉，哥伦比亚现在也进入了1级战备。甚至卢比欧谈美国逮捕马杜罗，他说古巴政府是最大的问题，所以现在连古巴政府恐怕连神经都已经紧绷起来了。委内瑞拉之后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呢？很多人就在猜，会不会是格陵兰？丹麦首相现在强硬反击川普。你可以看到呢，白宫副幕僚长的老婆凯蒂米勒写说，soon很快了。白宫的副幕僚长他的老婆发布用美国国旗覆盖格陵兰岛的照片，还配上侵略性的文字，快了，似乎在暗示下一个格陵兰岛他们要拿定了吗？现在大家也很担心这个川普的手会不会伸到格陵兰岛去呢？那么川普说，格陵兰的未来可能成为美国干预的目标，我们绝对需要格陵兰，为了什么？国防需求，必须要拥有格陵兰。但丹麦的首相就讲到了，美国是无权并吞我们丹麦的领土，要求美国停止这样子的威胁。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呢，美军插手5大中南美洲的国家，卫报盘点批评，往往变得更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历史学家就讲到了，美国常常透过军事力量在拉丁美洲的国家获得想要的政治结果，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而且呢，美国干预几乎是创造出长期势力权力的继承问题，就是你反而出手之后，导致的结果是更糟的。我们就来问问一下介大使，您怎么看呢？对，现在事实上的话，美国本来就是希望借这个委内瑞拉杀鸡儆猴。那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昨天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他说这个就是要显示美国在西半球，所谓的也就是整个美洲从北美到南美，中美到南美它有至高无上的这个地位，而且任何在这个区域的国家不能做出违背美国利益的事情。那违背美国利益的这些国家做出违背，那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直接把你的国家元首把你绑架，然后呢送到美国的司法来审判。那另外一方面，你如果国家有资源的话，那你的资源也要归美国。那当然了，现在很多国家都智利的总统就说这个今天是委内瑞拉，明天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其实不可能任何一个国家美国事实上他只是要管他的美洲。不过现在欧洲很紧张，因为我今天看了欧洲很多媒体，他们都在谈一个问题，就是格陵兰。因为格陵兰的话，事实上你看它的地理位置处在，它其实跟美洲北美洲加拿大是比较近，那倒是跟这个欧洲之间还隔了一个大西洋。虽然就是说地球是圆的，上面都比较近可是可能从这个所谓的唐普主义，唐罗主义，唐罗主义，我认为它可能它的定义就是说，美洲可能要包括格陵兰。所以在这样子情况之下，现在欧洲国家都在讨论说，美国如果出手要拿格陵兰的话，对欧洲来怎么办？因为这一次美国攻击入侵委内瑞拉，然后绑架委内瑞拉总统，事实上欧洲人没有明白的出来谴责，欧洲人只是说，请你要尊重国际法。他没有说你这个违反国际法，他说国际法应该得到尊重。可是问题，如果美国下一次出手是你属于你欧盟会员芬兰丹麦的领土的格陵兰被美国人这样子军事把它强占的话，你欧洲你要什么话讲？所以现在其实是唇亡齿寒也就是说，你今天委内瑞拉打喷嚏，搞不好下一个就是你格陵兰他要怎么样？他要生病，他要感冒了。所以欧洲人要有远见。你现在你如果你对委内瑞拉事情你都不吭气，然后呢你还说我们对这个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总统本来就很有意见，讲这话现在双方克制，那下一个就可能就是你欧洲的这些欧盟国家的领土可能就变成川普的这个他的魔手伸到的地方去了。那当然就是说这种部分的话，我觉得现在Rubio 他在电视上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也是正式展现我们美国刚刚公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所谓西半球是美国的特殊利益之所在，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所以呢，我觉得先要紧张的应该就是这个地缘政治上跟美国比较近的这些国家。
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其实背后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石油嘛。你怎么看现在美国的行径呢？我那时候是它的储量啊，它的石油大概有3030亿桶，大概占全世界大概18%。沙特阿拉伯是第二啊，我那时候它是第一啊。哦，它还比它多的储量。可是因为它炼油业技术落后，常年没有投资，在过去高点的时候，曾经一天可以生产300万桶，那现在大概只剩下90万桶。所以美国即便，其实我认为美国是不是真的接管委内瑞拉，这中间还有很多变数啦。他现在只是除掉马杜罗，可是接下来的政权未必能够如他愿啊。比如说那个马加多，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刚宣布马加多不能参选总统，就出来硬干你啊！因为美国并没有占领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现在内部还是有很多反美的力量啊。然后他的军方是高度绑定石油利益，因为石油是国有化的嘛，那你美国要去民营化，你这个利益是相冲突的啊。美国现在并没有明显的傀儡代表可以稳定的来经营委内瑞拉，即便是上次那个总统大选输的那个反对党候选人，他也 hold 不住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马杜罗，委内瑞拉搞不好会变成第二个利比亚或伊拉克。而且你要知道，伊拉克美国是直接占领的，你直接占领还是在内战啊？这个比较像利比亚。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那卢比欧那边讲，我们只执行石油禁运，那个都是空话啦。这样美国就没有得到他的利益了。美国要的就是希望未来的委内瑞拉政府把国有化政策取消，然后重新民营了，然后美国公司就可以进来投标。因为1976年那个美孚石油，它就是被国有化嘛，所以川普说他要帮他讨公道，那个是50年前的事啊。可是问题就是，美孚石油的地盘被国有化，那在50年之内陆续招标出去了，那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中国公司啊，你美国怎么弄？比如说现在委内瑞拉的重油是跟中国在合作的。中国大陆历年在委内瑞拉是整个美洲地区中国大陆投资最多的一带一路的伙伴，光是那个银行的融资啦，还有直接投资啦，有人说有600亿美元这么多累积金额啊，那很多都是在委内瑞拉内部的公司啊，是中国企业啦，都是国企，你川普难道要给人家没收吗？不可能嘛！可是我觉得他这一次真的这个是门罗主义第一枪啊。接下来很可能是古巴就是因为古巴的石油大部分都来自委内瑞拉。如果禁运，那古巴就倒了。所以我认为川普最想处理的第二个应该是古巴，然后第3个是哥伦比亚。所以格陵兰那还早了，先是南美洲的部分，应该是古巴跟哥伦比亚。好，那么来问一下文琦哥，你又是怎么看呢？我觉得用比较轻松的角度，但严肃来看这个马杜罗的名字取得不太好，如果念得快一点，就马的弱嘛，非常弱但是各位，我想说，因为最近大家在谈这些，不管是所谓委内瑞拉有将近大概17到20的所谓的石油的储量。可是各位，你想想看，我如果就是提供另类的想法，以色列的第10人法则，你们去看这一次的整个所谓的绝对信心的这种决心的这个行动，有没有诡异到近乎完美的风暴？所以到底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特定，也就是我们讲的第10人法则？各位有没有发现实在太过顺利了？没有错，各位，我给大家看一下，好，请导播 take 一下。没有错，委内瑞拉的所谓的防空系统，还有整个的战略系统，就整个来讲，你看到它不管有所谓的陆制的这些的所谓的什么反飞弹啊、导弹系统，乃至于美制的装备，各位，你觉得
虽然有代差，这一次的美国当然也出动了所谓的电战机啊，各方面的电战的压制，这些都没错。可是各位，你看事后马杜罗被押到纽约的时候，不管是跟这个所谓的执法人员说 Happy New Year、Good Night， 各位你们还有穿着所谓 Nike， 各位有没有隐隐约约的觉得这很奇怪哦？包含你后续看到他的国防部长，还有后来的所谓的第二就是代理总统，就是那个罗德里德斯，他很淡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待这件事情，也许将来我们可以一个神预测，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点近乎套好招的？否则各位只有40人阵亡，各位这实在是非常令人难以想象。我都不要讲诺瑞家的事情。所以我说这件事情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角度，回过头来看，当然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整个事件最值得大家去看的，不管是所谓的川普，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因为介大使曾经讲过，那不是叫酒鬼性格，他本来就不按牌理出牌，最后的这个所谓的绝对决心的这个行动，到底带给我们大家怎么样的一个思考？第一，它确实提供给中共一个非常学习的好的版本。第一个，原来从俄乌战争，我绝对不能够仓促行动，我要谋定而后动，甚至是大军未行，粮草要先行。第二个，你看看美国这一次，不管我们从这张图表来看一下。美国国防部长那个赫格塞斯一开始，各位，这整整5个月的行动一开始他们在定义所有的行动所谓的南方之矛，一直在丑化所谓的这个马杜罗的政权为所谓的太阳贩毒集团。换言之，他是先改写你的身份，然后再来定义他的行动。所以他说：“对不起我这不是主权的侵略我是执法的行动。”有点类似俄罗斯之前的所谓2022，就是所谓俄乌战争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换言之，这个才是真正的厉害的东西。那回过头，刚刚亮哥有提到，为什么马查多不是美国喜欢的？因为马查多如果套句各位我们看电影来讲，其实马杜罗跟马查多，我们电影有一个，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这次马查多到所谓的瑞典去领取所谓的斯德哥尔摩，就是那个诺贝尔人权奖的时候，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些国家本来有传统的引火炬的情况都没有换言之，他根本就是被抛弃。所以这一次的事情最重要，后续要一定要让他修刷。美国人不是拍拍屁股就是就走人的。看看越南、阿富汗的案例，美国后面的问题可能还非常之多。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国际局势。新闻大白话持续带您关心国际局势。我们带您看到的是，就在川普呢让美军去活捉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呢，现在呛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中国的外长王毅说，中国从来不认为有任何的国家可以当什么的国际警察。他说，我们从来不认为或是国际法官都没有这样子的国家，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应该受到国际法充分的保护。中国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威胁或使用武力，将反对一国的意志强加于别国这样的行为，他们是不认可的。现在川普申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新华社也表态了，他说，如果说美军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把资源帝国主义真实的面目暴露无遗。美国这套操作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完整的现代海盗逻辑。而其实马杜罗被抓的前一天他在干嘛？他才会见中国特使而已。所以有人就分析了，是不是美国意图敲山震虎？因为在这个前一天呢，他才接见了这个在他的总统府的观花宫接见了中国特使邱小琪的代表团，强调委内瑞拉跟中国是一个兄弟的情谊。专家也分析了，美国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突击行动，产生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警告其他国家，美国会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擅自来做这样子的行动。马杜罗之后会换谁呢？美国记者说，如果中共犯台，美军将斩首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国安记者就说了，如果真的中共敢武力犯台，美方将会把这个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发起了斩首行动。好，现在高市早苗日本的首相
将说他为了稳定委内瑞拉的局势，推进外交努力。那么担忧向中国传递错误的讯号吗？日本媒体说，高市早苗是否支持川普的决定，面临了两难的抉择。尽管美国的做法也有违反国际法的嫌疑，但是如果予以谴责，可能会损害到同盟关系。但是如果认可了美国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外界就担心了，会向俄罗斯跟中国传递出无视国际法也没有关系的错误讯号。现在，川普杀进委内瑞拉居提马杜洛，日本外务省紧急成立对策本部，说要与 G7 密切联系。日本的外务省说，目前已经确保当地日本侨民的安全视为最优先事项，并且紧急成立了联络室，与现在的这个地对策本部。同时强调将与 G7 相关的国家紧密合作，致力于对委内瑞拉的民主恢复与情势稳定来做观察。日本2026年外交的展望，日本媒体说要聚焦在中日关系能不能改善。我们都知道，之前日本高市早苗不是有讲到了台湾有事的日本有事的这样子的话吗？意图利用多国参与的国际会议寻求对话。那么现在呢，其中包括了去年11月的 APEC 也被视为良机。不过呢，这高市早苗并未改变不撤回答辩的内容立场，未见促使中方态度软化的因素。所以2026对他的考验就是中日关系到底能不能化冰了。好，现在倒是韩国的总统跑到了中国去，那么访陆之后呢，他说这个行呢将会勾画韩中未来30年关系的里程碑。看得出来，李在明呢这一次到中国的这个访陆的行程是释出了许多的橄榄枝，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经贸交流。那么他4号抵达北京，对于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将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去年11月，习近平到韩国去，这一次换他到中国来，两国领导人仅在2个月内就实现了互访，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尽快修复两国关系的重要共识。这一次回访将会勾画韩中未来30年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那么今天他要会晤习近平，有超过10个备忘录要签。那么现在有人就分析了安全议题，可能呢，可以谈到一些突破。中韩将签署经济、交通10多个领域的 MOU。那么因为美国关税的影响，首尔需要中国市场作为避风港。中国则希望韩国不会完全切断对华高端制造设备的售后与技术支持，认为中韩的关系如果可以改善，安全议题可能很难有突破了。随着李在明访中，学者说，北京打算离间美日韩，视南韩为最薄弱的一环。南韩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就说了，北京试图把南韩拉离华府势力范围，在美日韩强加合作之际，中国视南韩为最薄弱的一环。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王毅直接呛说，中国从来不认为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当世界警察。这个当然中国一定是要求要送联合国啦，安理会要开会啦，可是这个都没有用啊，因为美国是安理会成员国，他只有否决了。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凸显了这个世界啊，往2个极端去拉了。第一个就是有安理会身份的、常任理事国身份的大国，那是不是只有他们有可能干这种事啊？就你没辙啦，那这是跳过国际法，违反国际法了，那也不受任何多边组织的制裁，甚至还跳过国内的国会，所以我就是干啊，而且在2个半小时内就造成既定事实啊，那你能怎样？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可能被人家敌对的国家会拼了老命发展核武了。现在大家刚好证明了金正恩是有远见的，没有人敢打北韩。现在事实上我看到一篇文章就讲啊，有3个国家其实也有很多敌人，可是没有人敢打他们。北韩、以色列还有巴基斯坦，就只因为他们都是核武国家。所以你去想，我们刚刚只讲到美洲了，其实虽然大家最忧虑的是伊朗，因为伊朗现在经济不好，所以民众在抗议。
它已经蔓延到22个省啊。那川普还放狠话，说哈米尼总统，你如果用武力镇压，美军一定介入，而且枪已经上膛了啊。我根本就认为啊，以色列纳坦雅胡去访美国，就是跟川普在商量这件事。哦，我们一定要赶在他核武做出来之前入侵啊，先发制人。然后把那个革命那个宗教的政权给推翻了啊。那巴勒维现在也在动了，巴勒维那个王朝1979年离开，已经46年了，他现在又开始动了啊。我认为就是这样的逻辑了。如果这一关让伊朗挺过了，那伊朗一定全力发展核武，不然你怎么保护自己？因为委内瑞拉就是潜力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讲的国际关系的灾难啊。就未来这些国家就是有这个否决权安理会资格的大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啦，如果普京对泽连斯基实施斩首了，西方还有话说吗？你不是应该比照川普？现在欧洲不是都不讲话？那普京也会讲出国内法的一大堆理由啊，说他为什么要抓泽连斯基啊，为什么要打他啊，等等啊，逻辑一样啊。中国大陆也会这样对台湾啊，谁知道？因为如果都是丛林的时候，都是用国际法的逻辑在做事嘛。就是说那个是外国恐怖组织嘛，就这样。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又是怎么看呢？这个国际关系啊，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啊。你手上没有枪没有炮，你家里有一大堆金银财宝，就像这个委内瑞拉一样，迟早被强国啊、强盗国家啊，怎么入侵？对，其实委内瑞拉这国家的条件非常好啊，900多万平方公里啊，不90多万平方公里啊。那个乌克兰才60万平方公里啊，它有91万6千平方公里土地啊，人口也才2800万而已啊，地大物博。可是地大物博不止，它是世界石油产量、储存量最多的国家，它就在美国旁边，所以啊，它过去它的石油被西方的这些帝国主义瓜分了，都怎么样？都大石油公司进来开采。早期签的约都是怎么样？都是这种霸王条款，等于说你的这些天然资源都被这西方石油公司拿走，你自己老百姓没有多少。那后来当然了嘛，这个委内瑞拉就不愿意啊，开始国有化，那就美国就开始翻脸了，整了他20几年了。天天就说你们反美，你自己内部什么问题啊？你内部呢？其实委内瑞拉，你知道他以前最有名的是什么？除了石油之外。盛产世界小姐，他们的女生啊，去选美啊，得冠军的非常多。可见那个地方啊，这个风土啊，各方面人民的生活啊，这个营养都很好。它曾经是最富的，最富的国家，就是因为怎么讲呢？跟美国闹翻了。就是什么石油。所以川普这一次。还没讲完呢，脸上一席话，他就讲说，我们要派最大的石油公司，我们美国最大的石油要进去接管委内瑞拉石油。昨天 Rubio 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的时候，那个记者就很直截了当说，他说你们原来不是都是讲说打委内瑞拉，是因为委内瑞拉走私很多毒品，然后也走私很多犯罪人物到美国来，所以呢，这个最大的毒枭就是这个马杜罗，所以你们要把他逮捕啊！委内瑞拉为什么一直要这样子对他这种采取这种霸凌的手段？那为什么打完以后呢，又突然冒出来要去接管人家的石油公司？你们打之前为什么不讲呢？对，就马杜罗这个 Rubio 就说没有啊，我们石油我们美国也很多，可是我们不能让石油落入与美国为敌的国家。哇！找理由真的很厉害对，石油落入美国的敌人的话也不行。那谁是美国的敌人呢？那俄罗斯更多石油。对啊，所以呢，要欲加之罪，欲攻其国，欲抓其人，何患无辞啊？
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文琦哥，你又是怎么看这个南韩的总统李在明跑到大陆去呢？我觉得对于南韩李在明，当然他原本还没有当选之前，其实就是我觉得印象中他是本来就比较亲中啦，所以他因为基于不管是跟北韩的关系、跟日本的关系，尤其这一次在日本高市早苗在讲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时候，你回想一下，李在明当时候是非常低调，所以李在明简单来讲是站在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上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他认为跟中国大陆的经贸的关系的牵连非常重要。当然，我期待这样的观念赖清德能够援引办理。但回过头来看王毅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这样讲哦。我不晓得我现在这样称赞他，会不会又落入民进党说啊，你这个是帮敌国宣传？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你看到他基本上做什么像什么。当然，包含王毅曾经有讲过一句话，也是我很欣赏的，就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宪法，也就讲中华民国宪法。这个东西，我觉得王毅在这里进退之间非常的有为有守。可是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我说我会觉得他讲得很棒？确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当世界警察，尤其在这一次的委内瑞拉事件，各位回去看一下，根据联合国最新的缉毒的报告，委内瑞拉根本就没有在名单之上。换言之，其实他就是为了石油啦、利益啊，甚至想要把中国大陆啦、俄罗斯啊，乃至于伊朗跟委内瑞拉的合作，他希望把它排除在外。换言之，这只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利益。所以我刚才讲，他在改写所谓战争的定义，他说我只是执法，所以美国人基本上不用相信太多。至于所谓的敲山政府，我说实话讲太多了，那个所谓的专家或是那个记者戈兹啊。我坦白讲，可能真的想太多。以他的能力，委内瑞拉跟中国大陆那是拿蓝色的小鸟比鸡的大腿，不要想太多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档次。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半夜吹口哨。换言之，我觉得看到今天王毅的这个行动，其实你回想前中国大使杨洁篪，他们根本没有站在实力的原则上可以跟我中国大陆说话。换言之，这些人基本上想太多，因为对于整个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个崛起，等一下我们下一题会提到，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回过头来看高市早苗的这些事情，其实典型的来讲，他就是陷入了一种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换言之，如果再套句美国总统川普自己讲的话，你没有牌嘛，你根本你手上没有牌，你要怎么跟我谈？因为对他来讲，确实如果他支持了，就跟美国翻脸的话，说我不支持，所谓的美日同盟怎么办？可是如果他支持了，陷入了那个所谓的执法逻辑，换言之，俄罗斯、北韩乃至中国大陆所谓的战争条款可不可以实施？所以你看到高市早苗之所以会这么的憋屈，他不要想太多。现在的高民调，我再次的强调，泽伦斯基的案子高民调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引以为戒才是。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一节带大家来看看中国大陆基建狂魔又再度出现了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创历史新高，大陆2025年的投资光是在铁路这边就超过了4兆元。2025年大陆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大约是4.05兆新台币，年增6%，创下了历史新高，显示铁路投资拉动的作用明显。那么大陆铁路“14五”圆满收官，建成世界最高大的高铁网。那你可以看到呢，大陆“14五”期间呢，铁路营业里程由14.63万公里增加到16.5万公里，增长了12.8%。高铁也从3.79万公里增加到5.04万公里，那么实现了建成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发达的高速铁路网。而现在客流火爆哦，长三角铁路元旦假期3天发送旅客就来到了974.8万人次。你可以看到呢，光是在1月1号到1月3号发送的旅客人次就这么多了，日均发送了324.9次万的人次，连续2天打破了长三角铁路元旦运输单日的客流纪录。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现在大陆晶片全球发行，美国是不是要眼红了呢？因为大陆企业呢，他们第一桩黑芝麻智驾晶片获得美国放行。大陆智驾晶片企业黑芝麻智能4号宣布，其高性能全场景智能驾驶晶片华山 A2000已经顺利通过美国商务部跟国防部的相关审查，获准全球范围内销售与应用，成为大陆国内唯一通过此类审查的企业。那么你可以看断供2550亿的订单，美国晶片3巨头集体退出中国，央媒早就点破了玄机。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将高达2550亿人民币的订单取消，这是由地缘政治驱动的系统性脱钩。就在美国晶片巨头节节败退之际，中国半导体产业却迎来了爆发式成长。但是讽刺的是，美国想透过技术封锁遏制中国科技，反而却让这个中国国产替代最强的催化剂出现了。川普禁中国公民控制美国企业收购了这样的晶片业务，但是你可以看到呢，川普2号签署了行政命令，禁止由中国公民控制的美企汉福光电收购另外一家叫做 M4 的数码晶片以及相关晶圆设计。他们呢号称有可靠的证据显示，他们的并购案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安。再来，大家看到大陆的机器人现在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的炉火纯青了。CES 2026前瞻，他们就说了，黄仁勋到处赶场站台，中国军团角逐 AI 明日终端。根据 CES 官方参展商目前的目录来看，中国距智能军团集中出击占比已经超过了50%了，其中语数将带来了人形机器人最新互动的演示，智源将面向北美市场首次展示它全系列的产品线，银河通用、云深处也将携旗下最新的科技登入这样子的舞台，而语数科技发布了人形机器人 H2 的训练影片，腾空侧踢吓退了王星星。你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真的是已经不一样了，它还可以飞踢、空翻、踢腿，甚至踢出来120公斤的沙袋，更在空中回旋踢，把这个西瓜可以一脚踢个粉碎。所以现在大家都说人形机器人已经是超越原本的想象了。那么现在北京见闻说跳舞展演迎客，人形机器人都忙跨年。我们可以看到嘛，之前我们都有介绍过，包括了湖南卫视很多的跨年晚会都有人形机器人的综艺，包括甜心教主也变赛博教主了。在演出之前呢，他们充当工作人员，还帮忙检票。央视的跨年晚会设置机器人互动魔术的环节，上海东方卫视在跨年盛典当中也用3种的方言让机器人来主持，甚至在黑龙江哈尔滨松花江的冰面上，几只机械狗拉着这个爬犁平稳的画面，转弯加速都难不倒他们。机械狗爬行的画面，现在借由科技感打造出一个热门打卡的项目。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大陆2025年这个铁路的发展真的相当惊人。它是不断的在累积了，据我了解还要再继续盖。不过他现在花更多钱要去疏通各种河流了，可能要让全国的运河也可以连在一起。哇！因为海运的量更大，对，超过火车嘛，所以这个应该不意外啦，因为它不是按照高铁有没有赚钱啊，它是还要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那因为都是国家的嘛，所以比较没有像美国那样的私营企业的考虑了不然你如果纯就铁路看是赔钱的可是带动周边的经济效益都算进来，那总的我也看过这样的一个算法啦，基本上是赚钱的啦那另外其实这家公司不要这么吹捧它啦，它是闪掉红线而不是说它独家突破了美国的申请核准，怎么可能嘛？他没有去碰红线。我举例他是用合法授权的美国的 EDA 工具了。他是用美国的主流的 CPU 了，用合规的晶圆代工厂，都是用美国核准的嘛。然后它完全不涉及军用，然后它基本上它智能只是简单的算力了。
他如果把算力再往上拉，那就碰到红线了。那也不支援大模型啊，也没有 NVLink 的互联啊，所以资料也没有后送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不要这样吹捧公司啦，它只是在认知领域这个范围也加入了人工智能这样而已啦。那因为没有碰到美国的红线，所以过关啊。这种产品很多啊，阿里巴巴也过关啊，因为阿里巴巴也都用合法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要看它科技的崛起，就要看它敏感地带用自制的芯片了，那才是真的算厉害了啊。那机器人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它的应用的领域啊，刚刚你秀的语速那几乎可以当军人了，对，又可以踢又可以侧翻的，那王心凌那个我觉得还只是噱头啦，娱乐效果。对对，可是他们今年要发展的大量的是家用机器人，这个未来市场非常的大啊。那可能有包括协助做家事的，那也有包括协助照顾老人的这个市场极大。未来就像手机一样，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是，它是人形的。对，在家里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一个。它是人形。对，其实机器人不一定要人形啊，所以你那个双花江那是不是人形的？那是狗形的。对啊，可是中国大陆的人形机器人，那个工业机器人的使用的数量都是世界第一了。它目前工业机器人使用量已经快要300万台，排名第2的德国只有45万台。哇，差这么多。对，它是其他先进国家的总和啊。它现在就300万台了。那明年光是京东就要订300万台，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一散开不得了了。那可能还会有空中的驾驶啊，那可以协助，本来是运货嘛，那现在空中的计程车司机也开始了 ，Air Taxi， 在固定的地方，那搞不好海南岛就会开始启用所以它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突破才是比较惊艳的地方了。那我们来持续请教一下介大使，你又是怎么看呢？当然大陆这几年科技突飞猛进啊，那么有了很多突破，而且他想从全产业链的方式去发展这个都是拜美国之赐啊。本来大家都是分工的，你这个照国际贸易的理论就变成就是说你不必什么都自己做你那样子不见得是节省成本的。像以前华为他自己不要造晶片对啊，那你现在不但晶片不让华为买，你连这个怎么讲呢？制造晶片设备也不卖给中国的制造晶片的公司，那只好都自己来那自己来反而加速了中国整个的产业的尤其在高尖端科技里面的全产业链发展，这个速度之快我想让美国非常吃惊。而且等中国大陆进入量产以后，技术达到以后，进入量产以后，那这个市场的话很难说美国像这个现在的包括韩国，它还有一席之地因为中国大陆常常会把一些产品做出来以后就变成白菜价。你现在你这个 NVIDIA 黄仁勋的那些 GPU 卖那么贵，10万美金、20万美金，价钱一直往上走，你将来中国大陆做就不会这么贵，对不对？你做这些所谓的那个大模型 AI 大模型，你这个 DeepSeek 一出来以后，它开源，它是免费给你使用，那这个对于市场来讲都是很大冲击。如果就是说再过10年以后中国大陆科技称霸全球以后美国科技界回过头来第一个就会来检讨美国政府，你为什么逼着中国大陆叫全产业链发展？本来我美国人还有一席之地了，中国大陆一入场都没得玩了。那你光这个人形机器人，其实这个机器人这我们中文翻译的把它人就放进去了，本来叫 robot，它并没有人的意思，它就是 robot， 就是自动化的机械。那结果呢？你现在中国人把我们中文翻成机器人，对，那你现在就要出来，这个真正像人的机器人就变成人形机器人，2个人就要2个人，机器人它是人形的，那蛮奇怪的嘛，对，人形机器人。那这一方面中国大陆走得很快，尤其语数科技，
这个老板也不是什么显赫学历啊，他就对机器人特别有兴趣。然后呢，他不但已经进入量产，而且他已经上网去卖了。他那个机器人已经在卖，大概10万人民币吧，20万人民币一直降到10万人民币。可是就出货没有那么快。那这种就变成我在看这些啊，会什么回旋踢的啊，踢西瓜的这些啊。这个不是都要当军事使用吗？对啊，对啊，要不然就是将来将来那些大老板一人旁边带2个机器人，保镖，当保镖，那很管用，24小时待命。这个对人形机器人才刚开始，我想将来会有各种的用途。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文琦哥，你又是怎么看这机器人的发展？简单来讲，当然我先谈，因为机器人的发展，我觉得就是与日俱新嘛。我觉得我看好它未来的发展，但是我不期待他们变成军事啊，因为如果军事使用的话，我觉得因为它没有人性的考量，我觉得不管对谁都不好。但回过头来，我觉得对于大陆的基建我觉得你必须真的要称赞他们啊，人家是一步一脚印的在做了因为不管是所谓的太阳能、绿能，乃至于所谓的新3样，其实某个角度我跟佳琪报告，你有没有发现他有点感觉真的在实践国父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跟建国大纲，不管是海运啊、河运啊，反正各方面的建设。所以某个角度你要知道他在做什么，就是我曾经讲过，大陆是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在下围棋，跟美国人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从最近14.5的收官之后，当然到达一定的就是一定的成就。其实你看最新的15.5的规划，我稍微讲一下，不管是基建，不管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6G、氢能，还有核聚变等等，在新材料上面，人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努力？所以我觉得，我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的一个发展啊，如果他们按照这样的进度跟这样的 tempo 继续下去，我觉得是大有可为。回过头来看到所谓刚刚亮哥讲到的这个黑芝麻，坦白讲，大陆现在又不是非无下阿蒙，记不记得前阵子本来华为的黄仁勋要把 H200卖进去，结果变成大陆说我不要，人家已经开始在超越的一个状况下，所以当我看到了美国说这个什么会影响国安，你看到川普就是 TACO。只要苗头不对，他发现其实不是他想的，所以我对于接下来他们的一个发展啊，我觉得他日后大转弯的几率还是非常的大。但是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不管是他们甚至在 SWIFT 的这种电信系统的一个努力的状况下，其实我不晓得佳琪有没有注意到，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看微短剧，包含刚刚我们提到它的基建，包含微短剧。中国大陆现在连德国之声都以中国电视剧如何吸引全球无数观众，其实它各方各面的一个进步，让人家为什么害怕中国的大陆的崛起？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和平崛起。换言之，当我们看到这些机器人的一个发展，我刚才讲了你会真的觉得很意外吗？因为大陆有实地的，不管是实景或是它落地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他各自的一个优缺利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在未来把机器人的一个发挥用在所谓的和平的用途，我对他当然是有所期待的。如果说真的最后不幸就是被人用在军事的用途，我觉得对全世界乃至于全人类的都会是一场大型的一个灾难，所以大家一起加油。